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跟着探长去旅行，我是毛长。太扯了，买透天预售屋刚盖好就漏水，你敢相信吗？自从上次遇到限贷令之后，还没看过的可以看这里。没想到一扯还有一车扯，今天茂长又要继续来分享我们买屋遇到的奇葩事啦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花了2000万买透天，交屋不到1年，屋顶漏水，墙壁裂开，最后修缮花了几十万。今天带你了解，为什么买透天一定要找验屋公司？验屋到底在做什么？多少钱？怎么申请？我还会实际分享验屋流程，让你一次看懂透天验屋全攻略。透过本集，你可以知道5个买透天一定要找验屋公司的理由。分享我们的验屋实况，如何申请验屋公司和验屋流程，以及找验屋公司所需的花费。理由1：专业的事让专业的来，自己验屋不是不行。茂长的第一间房就是自己验的，但是第一间是公寓小宅，基本上问题不大。但是透天有好几层楼，坪数大，又有层板，建议大家还是找验屋公司来验。再者，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水电专业吧？但是水电对一个房子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想想看，透天光是插座、开关就有多少个？自己验要验到何时？而且一般人也不会为了验屋，特别还去买专业的设备，洒水头，看看他们带来的设备有多少。给大家一个小观念，一般请人来抓漏，大概就要台币8000到15000左右。理由2：省时省力。刚盖好的暗场，没冷气，灰尘又多，更何况透天所有水电设备漏水，小瑕疵，验完动辄一整天，自己验真的又热又累。验屋公司分工精细，一次派出3到4个人一起验，才验得完。光是想到这个，钱应该就花得值得了吧？理由3：代替屋主与工地主任沟通。屋主如果自己验，因为缺乏专业度，常常被工地主任唬得一愣一愣。其实很多都是建商钻漏洞，或是有法规可循，像是瓦斯助警器、插座样式等等的国家安全法规。这时候有第三方公证单位来，建商通常不敢随便乱来，这样验屋才有意义。理由4：数据导向及缺失管理。先给大家看看验屋公司出具的报告，标位置、缺失，照片还对照相关的法规。第一眼看到觉得好精美，钱有花的值得。各位觉得自己验会做出这样的报告给建商看吗？大多口头讲一讲，加个 LINE， 照片传一传吧，也不会有像是热像仪、内视镜等专业的证据，让建商有漏洞可钻。有了这份报告，大家将来复验在追踪的时候，可以一项一项拿出来对，才不会各说各话，甚至忘记上次验到哪些缺失。只要你没验到，住进来之后吃亏的还是自己。千万不要相信什么以后走保固的鬼话。理由5：提供专业建议。这点真的是蛮不错的。第一次买透天的购屋小白，或是对住宅水电不熟的一般大众，验屋公司都会对实际屋况给出专业建议，譬如说跟你解释你家的配电是怎么配的。你们家其实是有2个电表，一个在1楼，然后给2楼，然后另外一个在3楼给4楼，总共是2颗，然后2颗容量其实不太一样。还有未来插座的使用，正常我们看到的台规冷气插座有可能会插不下，它的那个插头方向是反的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会建议，假设你到时候有安装220的设备，就是请你的设备商就是顺便把它换掉，因为这个一个没多少钱。只是说要跟他们讲一下说以及瓦斯热水器以及瓦斯使用的建议等等。那它只有2.5，看到这边是只有2.5立方。那你正常来说，一般的瓦斯热水器最少你要安装4立方，它才会有办法不会被抢了瓦斯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实际的验屋实况吧。
这个东西的功能就是说，因为你会看到它旁边有一个间接式无负压的那个接气阀，去做一个那个固定。它这个会建议装个那个防。验屋公司的申请流程。现在验屋公司的申请流程相当简单，你可以问问你配合的设计师或是工头，通常都会有认识不错的验屋公司。通常等建商通知验屋后，只要用电话或上网填单，把你房子的地理位置、大小、公寓还是透天等，验屋公司就会有专人跟你预约时间啦。接着就是当天实际勘验，根据房子大小，预计抓2小时到8小时不等，等个5到7个工作天后，会出具报告，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份报告当依据，要求建商改善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会花多少钱，以及值不值得。通常验屋的价钱取决于房子的坪数大小，公寓、大楼约6000到12000元，透天3到5层约15000到3万元。我们的房子是透天，共4层楼，建坪约60坪，当天验屋价钱落在25000元左右，给大家参考咯。如果要复验，验屋公司会根据复验的项目和派遣出勤人数下去评估。像我们复验也是请验屋公司再来一趟，大约8000到1万上下。最后分享一下心得跟总结。我觉得透天验屋请验屋公司真的蛮推荐的。这一次验屋呢，我们请验屋公司来帮忙，很庆幸可以先检测到漏水，大家也可以看到之前的影片分享的惨况，甚至还有检验到电盘是接反的。如果我们自己验，可能没办法验到那么仔细，到时候住进来呢，装潢完之后才发现，台风天下大雨，屋内下小雨，简直后果是不堪设想。买房子呢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尤其是透天，花个几千块呢到几万块，请验屋公司可以帮你省掉之后数十万的一个麻烦。更重要的是，可以买到真正住的安心的家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正在看房的朋友。影片没有业配，如果你想知道店家资讯，可以加入粉丝团私讯我们哦。之后还会分享更多屋顶重点、装潢、智能居家的改装，别忘了订阅哦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